嗨，我是喜欢给你们做菜的肉仔肉，欢迎来到我的餐桌。今天我们来吃一道我的家乡小吃——龙抄手。不过从小时候起我就很好奇，到底是为什么要给一碗馄饨起一个如此霸气外露的名字呢？翻阅资料后我发现，原来是因为四川方言中 L 和 N 不分。这里请容许我给你们演示一下。刘奶奶找刘奶奶买牛奶。浓汤的浓字和龙同音，于是就将汤浓味美的龙抄手变成了龙抄手。那么做好龙抄手的第一件事，我们来熬一锅极致鲜浓的鸡汤。先给肥美的老母鸡松绑，再做个除毛嫩肤，去除颈部死皮，沿胸骨两侧下刀，用剪刀取出胸骨后，我们沿着肋骨下刀，将鸡胸肉取出来。待会儿除了经典的猪肉馅儿，我们再调一个极致减脂又美味的鸡胸肉山药馅儿。再取出腹腔内的鸡油，用厨房纸将水擦干净，然后我们拿出一大盒鸡翅，简单美容后将翅尖和翅中分开。鸡翅可以提供大量的胶原蛋白，使得汤的浓稠度上一个档次。炖煮后的鸡翅还可以将肉拆下来做别的用途，完全不用担心浪费。这些都准备妥当后，拿出大汤锅，烧热后加入少许底油，我们先将鸡翅煎上色，中途可以加入一点点酒类，去腥和帮助焦化。这里不要用料酒，否则料酒的香料味会破坏鸡汤本身的鲜味。上色完成后，我们加入姜和大葱，然后加入开水，开水能够让汤更好的乳化，再加几粒花椒提味。不喜欢麻味也可以用胡椒。然后将做完全套美容的老母鸡放进锅里，再放入前几期亲子冻视频中剩下的鸡骨，补开水，直至没过所有材料。我这里鸡肉和鸡骨一共3公斤，加了大约6升水，仅供参考。初期熬制过程中会不断有浮沫冒出，耐心将它们撇干净。这个过程大约会持续5分钟，然后加盖小火慢炖。346 minutes later， 经过1下午的炖煮，大约还剩下3.5升的汤。看看这个浓郁程度，好吃的龙抄手就成功了一半了。接下来是馄饨皮，爽滑筋道面皮的关键需要学会看成分表。我这里用的面粉是每100克含11克蛋白质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中筋面粉。一般来说，只要是每100克不低于10克蛋白质的面粉就 OK。加0.5%的盐，加水后打入一个鸡蛋。这里千万别学我，一次性就将水加完。我这里就是忘记算鸡蛋的含水量，导致面团过于湿润，于是后面又补了一些面粉。这里需要将水和鸡蛋一共的量控制在面粉重量的50%，形成一个中等偏干的面团。太湿或者太干，后面都会很难操作。初步将面揉光后，盖上湿布，醒面半个小时。这期间，我们来做肉馅儿。首先是最正宗传统的猪肉馅儿，吃的是鲜美的味道和弹嫩的口感。梅头肉脂肪丰腴，又不会过于肥腻，比例完美，是做馅的不二之选。擦干水分后切成小块，方便后续操作。新鲜的肉不需要复杂，千万不要加酒，也不要加酱油，我们只用姜和葱。先来制作一个姜葱水，姜葱加水打碎后进行过滤。然后不需要清洗料理机，放入肉以后，用胡椒、盐和一点点鸡粉调味，盐控制在肉重量的2%，咸度刚好。然后一边搅打一边加入姜葱水，水是猪肉重量的1/3，你也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口感进行调整，不过千万不要超过50%，否则肉馅会过于松散。然后加入2勺淀粉，材料的详细用量我都会放在视频末尾，可以放心取用。这里可以拿出勺子，取一小块肉馅儿，放在微波炉中加热30秒，提前试一试肉馅的咸度和口感。然后我们来制作减脂又美味的鸡肉山药馅儿。处理山药一定要戴上手套，否则它粘液中的蛋白酶会引起皮肤瘙痒。不过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选用山药的原因，它的粘液能够帮助肉馅保有足够的水分，提供极致鲜嫩的口感。山药和鸡胸肉的比例是1:2，切成方便处理的小块，放入料理机中。加入姜葱末、盐、胡椒，一点点鸡粉。由于山药的含水量很高，这里我们就不再额外加水了。最后加入2勺淀粉搅匀。制作好的肉馅儿，我们放在冰箱中，让它们休息一会儿。现在我们来挑战馄饨皮。醒发好的面团很好操作，切分成块之后，用湿布盖上，避免制作过程中表面被风干。然后拿出我们的重型机械压面机，案板上撒上淀粉防粘。将分块的面团初步擀开成条后，用压面机最初的档位进行第一次压制，然后初次压制的面片上抹上淀粉，用压面机最薄的档位再压一次。
等等，好像有什么东西不太对劲的样子。是的，too young too naive 的我，由于操作不当，面片在压好之后全粘一块了。经过反复练习，我发现一是不能太贪心，小的面片更容易操作，也不容易粘连在一起；二是每一次操作一定要抹足量的淀粉，否则哪怕是做好的面皮放在一旁，不出一会儿也都会粘到一起。看这个透光度，这便是废掉我半个面团后练习出来的结果。不过聪明如你肯定会说，这么麻烦还不如去买现成的馄饨皮。我觉得你说的对。关于馄饨的包法，一是这种传统的馄饨之所以叫馄饨的元宝形，另一种嘛便是抄手之所以叫抄手的元宝二形。你看两个角角交叉的样子，像不像是一个人抄着双手？这便是它名字的由来。好了，忙碌了大半天，我们煮上一锅水，烧开后下入馄饨，等到它们一个一个都浮上来，就可以捞起来了。汤底中加入葱花、胡椒和盐调味，注入我们的灵魂。346分钟，极致浓郁，香飘四溢鸡汤，再放入馄饨和抄手，没有多余的调味料，这是简单的、极致纯粹的鲜美。再附赠一个红油配方，只需要简单的酱油和醋，这让我魂牵梦绕的成都名小吃就做好了。红油的制作方法，请移步复习红油凉拌鸡的视频。照例我会随后放上材料详细用量及热量和营养信息，欢迎取用。我嘛，嘿嘿，就需要你们一个赞，再有一个关注、订阅就好了。搬一把椅子，我们边吃边聊。关于馄饨、抄手和云吞，其实归根结底，他们都是一家人。馄饨的起源众说纷纭，有说是古代用于祭祖的食物，有说是西施献给吴王的小吃，就好像各路小吃都喜欢套用的皇帝从此爱上欲罢不能的情节。不过它起源于华北是公认的，它于唐宋传入两广地区，下海了那肯定就要改一个好听的名字嘛，演变成了云吞，虽然本质上没有改变。雲吞，雲吞，雲吞麵。随着历史的演进，云吞也逐渐发展出了自己的特色，于是便有了港式茶餐厅中我的最爱鲜虾云吞和云吞面。有机会的话，我也想在我的视频中挑战一下。而馄饨传至我的家乡成都，变成了抄手。名字的由来也是非常形象，因为它的外观就像是一个人把手抄在胸前一样。抄手也在逐步的发展中，因缘际会了四川的麻与辣，于是便有了闻名遐迩的红油抄手、酸汤抄手和老麻抄手。馄饨的演进就像是一个文化的发展，因为与不同的地域人群相遇，继而碰撞出不同的火花，再开枝散叶，变成新文化的一部分，又重新扎根于此。于是这样一条条的脉络，构成了我们如今生活的大千世界。如果有机会亲自去看一看，去体验这种美好，便是我认为的旅行的意义吧。好了，今天就先聊到这儿，非常感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 Peace out。